团圆不见了，你把它卖到哪里去了？”周佳慧冲进婆婆房间时，看到她正在数着一叠钞票，5000块。这畜生总算换了个好价钱。婆婆的话音未落，一记响亮的耳光已经落在她脸上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团圆，该吃饭了。周佳慧温柔地呼唤着，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宠溺。听到主人的声音，一只金毛犬立刻从院子里跑了进来，尾巴摇得像个拨浪鼓。它的毛发已经有些发白，但眼神依然明亮有神。看到团圆这样活泼的样子，周佳慧的眼眶突然湿润了。这条陪伴了她整整10年的狗狗，是她最后的珍贵礼物。10年前那个夏天，她刚满15岁。佳慧，生日快乐！父亲抱着一个纸箱，笑容灿烂地走进家门。当箱子打开的一瞬间，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探了出来，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爸，这是……周佳慧惊喜地捂住嘴，这是金毛犬，刚出生2个月。父亲摸着小狗的头，你不是一直想养狗吗？它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。谢谢爸爸。周佳慧抱住父亲，幸福得像个小孩子。给他取个名字吧。父亲笑着说。周佳慧想了想，就叫团圆吧，因为有了他，我们家更团圆了。父亲欣慰地点点头。作为一名消防官兵，他经常因为工作不能回家，总觉得亏欠了妻子和女儿。如今有了团圆，至少能给家里增添一份欢乐。可是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。就在那天晚上，父亲接到紧急出警电话。对不起，佳慧，爸爸可能要错过你的生日蛋糕了。父亲歉意地说，等我回来补偿你。周佳慧抱着团圆，笑着说，没关系，我和团圆等你回来。这句话成了他对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。那天晚上，父亲在抢救一名被困群众时，被突然坍塌的墙体压住。当周佳慧和母亲赶到医院时，只看到了盖着白布的遗体。天空下起了大雨，周佳慧恍惚地站在医院走廊里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。就在这时，她感觉到有什么温热的东西在蹭自己的手，是团圆。不知什么时候被母亲从家里带来了。那一刻，周佳慧抱住团圆，放声大哭。从那以后，团圆就成了周佳慧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。它不仅仅是一只狗，更承载着父亲的爱和最后的记忆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想念父亲的时候，周佳慧就会抱着团圆，默默流泪，而团圆总是安静地依偎在她身边，用温暖的身体给予她无声的安慰。有时候我觉得团圆特别像你爸爸。母亲看着团圆守在周佳慧身边的样子，经常这样说，那么温柔，那么有耐心。团圆不仅陪伴母女俩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，还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周佳慧上大学时，特意选择了本地的学校，就为了能每天回家陪团圆。甚至在谈恋爱时，她都会先让对方见见团圆。如果连团圆都不能接受，那这段感情注定不会长久。正是因为这个标准，周佳慧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张成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周佳慧带着团圆在公园散步。团圆突然挣脱绳子，朝一个正在长椅上看书的年轻人跑去。团圆，回来！周佳慧慌忙追上去。让她意外的是，那个年轻人不但没有躲开，反而蹲下身，熟练地揉着团圆的脑袋。你的狗很可爱。年轻人抬头冲他笑了笑。我小时候也养过金毛，但后来去世了。就这样，因为团圆，周佳慧认识了张成，他们很快相爱，步入婚姻。
张成不仅疼爱周佳慧，对团圆也很好，常常带她去公园玩，给她买各种零食和玩具。可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像周佳慧想象的那么美好。第一次见面时，婆婆就对团圆的存在表现出明显的不满。养什么狗啊，又脏又烦。婆婆皱着眉头说，结了婚还养狗，也不嫌晦气。周佳慧强忍着不快，妈，团圆很乖的，而且我不管他多乖。婆婆打断她的话，我就是不喜欢狗，这畜生早晚得送走。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狠狠地扎进周佳慧的心里。她下意识地看向张成，希望丈夫能为自己说句话，可是张成只是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婚后的日子，婆婆对团圆的厌恶愈发明显，每次团圆经过她身边，她都要骂几句晦气。更过分的是，她经常故意把门打开，希望团圆跑出去。妈，您这样太过分了。周佳慧终于忍不住抗议，过分？婆婆冷笑，我看你是被一条狗迷了心窍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都在说什么？都说我儿媳妇重狗轻人，嫁过来大半年了，连个孩子的影子都没有，整天就知道跟条狗腻歪。周佳慧气得发抖。您，行了，婆婆打断她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把狗送走，要么你自己走。这天晚上，周佳慧和张成大吵了一架。你就不能为我说句话吗？周佳慧哭着质问丈夫，你明明知道团圆对我有多重要。张成叹了口气，佳慧，我理解你的感受，但妈说的也有道理，我们是不是该考虑要个孩子了？你的意思是要我送走团圆，也不是非要送走。张成犹豫了一下，但至少可以送去你妈那里寄养一段时间，等有了孩子，妈的态度肯定会软化的。周佳慧难以置信地看着丈夫，你变了，张成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没变。张成有些烦躁，是你太固执了，为了一条狗，值得把家庭弄得这么不和谐吗？你说什么？周佳慧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，一条狗，在你眼里，团圆就只是一条狗。争吵过后不久，周佳慧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以为有了孩子，婆婆会收敛一些，可是婆婆变本加厉，肚里孩子要是狗毛过敏怎么办？婆婆天天唠叨，赶紧把狗送走。周佳慧强压着怒火，团圆很干净的，我每天都给它洗澡。呸！婆婆啐了一口，一条畜生，再干净能干净到哪去？我警告你，如果你不主动送走它，别怪我心狠。周佳慧没想到婆婆说到做到。那是个雨天，怀孕3个月的周佳慧从产检回来，发现家里空空荡荡，团圆不见了。妈，团圆呢？周佳慧冲到婆婆房间，婆婆正坐在那里数钱，卖了5000块，还算个好价钱。周佳慧的大脑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你说什么？她声音发抖。你把团圆卖了？可不是。婆婆一脸得意，卖给城西那个狗贩子了。这畜生总算清静了，你也该好好准备。啪！清脆的耳光声打断了婆婆的话。周佳慧的手还悬在空中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婆婆愣了几秒，随即尖叫起来：你敢打我？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！我打的就是你！周佳慧像疯了一样，一连打了5个耳光。团圆是我爸留给我的最后礼物，你凭什么卖掉它？凭什么？你居然为了条狗打我！婆婆捂着脸尖叫。张成，快来看看你老婆干的好事！张成闻声赶来，看到这一幕惊呆了。佳慧，你疯了吗？是，我是疯了。周佳慧歇斯底里地喊道，我现在就去找团圆。她转身要走，却被张成拦住。你冷静点，你现在有孕在身，滚开！周佳慧用力推开丈夫，
团圆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他冲出家门，淋着大雨就往城西跑。天色已晚，雨越下越大，他跑得太急，一个踉跄摔倒在地。突然，一阵剧痛从腹部传来，周佳慧脸色煞白，看着地上逐渐扩散的血迹，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护士告诉他，孩子流产了，你满意了。婆婆站在病房门口，声音冰冷，为了一条狗，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要了。周佳慧木然地望着天花板，眼泪无声地流下。这一刻，她忽然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，她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未出生的孩子，更是对这个家最后的希望。佳慧，张成走过来，想拉她的手，别碰我。周佳慧甩开他。当初在公园，如果不是团圆，我们根本不会相识。现在团圆没了，我们之间也该结束了。你，张成还想说什么，却被周佳慧打断。我要离婚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。我要去找团圆。出院后，周佳慧立刻投入到寻找团圆的行动中。他打印了大量寻狗启事，跑遍了城西的每个角落。白天，他走街串巷；晚上，他在网上发帖求助。母亲来医院看他时，心疼得直掉泪。佳慧，别找了，团圆要是知道你这样，也会心疼的。不行，妈。周佳慧摇头，我已经辜负了爸爸给的这份礼物，我一定要把团圆找回来。就在他几乎要绝望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带来了团圆的消息。张成，我查到团圆被转卖到了邻省的一个养狗场。张成站在病房门口，欲言又止。对不起，带我去。周佳慧打断他的话，直接穿上外套。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，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个养狗场。在肮脏潮湿的笼子深处，团圆蜷缩在角落里，毛发纠结，眼神暗淡。团圆，周佳慧冲过去，泪如雨下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团圆抬起头，突然激动地摇起尾巴，发出微弱的呜咽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周佳慧紧紧抱住团圆，我不该让你受苦。张成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眼圈也红了。佳慧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应该更早站出来的。不用说了。周佳慧擦干眼泪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。1个月后，周佳慧和张成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婆婆知道后，派人来劝说，你为了一条狗，值得吗？周佳慧看着他，第一次如此平静地回答，您说的对，一条狗确实不值得，但对不起，我爸爸教我要对生命负责，要珍惜感情。你不懂这些，所以我们注定不是一路人。时光飞逝，3年过去了，周佳慧开了一家宠物医院，专门收留被遗弃的流浪动物。每到周末，她都会带着团圆去敬老院，让老人们感受动物带来的温暖。一次，有记者采访她为什么会选择这份职业，周佳慧摸着已经年迈的团圆，轻声说，因为我明白，动物不是物品，而是家人，他们的爱比人类更纯粹，更无私。那你后悔吗？记者又问。为了一条狗，失去了那么多。周佳慧笑了，我没有失去，而是获得了更多。那场变故让我明白，有些东西比婚姻更重要，比面子更珍贵，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，对承诺的坚守。采访结束那天，周佳慧带着团圆去了父亲的墓前。爸，他轻声说，您当年送给我的不只是一条狗，更是一份责任和坚持。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，也没有辜负团圆的信任。夕阳西下，一人一狗的身影渐渐融入金色的余晖中。团圆虽然已经老了，但依然忠实地陪伴在主人身边，就像10年前那个夏天，
他初次见到周佳慧时一样。这个故事或许会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：一个女人为什么会为了一条狗放弃那么多？但周佳慧知道，她从来就不是为了一条狗，而是为了守护父亲的爱，守护自己的原则，守护生命最珍贵的情感。如今，每当有人问起那段经历，周佳慧总是说，有些事不是用对错来衡量的，就像爱一样，它不讲道理，但却能让人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